我周之周要休妻。休妻！哇，这是……诸位乡亲明鉴，我齐艳宁貌丑无颜，举止无状，根本就不配做举人的娘子。我儿就不应该要这样的女人。那就让大家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她怎么来了？哎，这还丑？听说因我貌丑无颜，举止无状，所以要休我呀。周之中，我容貌如何？举止又如何？今天我要为叶宁讨个公道。他真的如同变了个人，愚蠢的村妇，只知道涂脂抹粉、柴米油盐，怎会懂兰亭序之雅、洛神赋之妙？果然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我只知戳破食指，卖绣品换你四书脊柱的痛。我只知我为你筹集束袖，求告无门，跪破娘家的难。我叶宁15岁进门，生儿育女，侍奉婆母，不辍劳作。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是啊，就是你看看，真是过分，真不是个东西。住口！这本就是妇人该做的，什么功劳苦劳？俗话说得好，前妻扶我青云志。如今你已不能再托举我，那就是拖累。若真贤，就该让贤；莫贪恋，你不配。就是啊，举人娘子，能者居之。看看，这是知县送我儿的皂靴，学政送我儿的衣冠。燕宁，我儿今非昔比了。燕宁，我不是你木偶二怪就能配得上的。须配一个精通琴棋书画的娘子，红袖添香；须配一个善庖厨的娘子，主中退。那就让父老乡亲们好好评评理，这妻是休得还是休不得？父亲，富不易骄，贵不易妻，才是君子。糟糠之妻不下堂。是太说的倒是如此啊！都知道。大儿干得漂亮。叶宁，你竟敢煽动族众，挑拨儿女，今天休要怪我跟你撕破脸皮。你待怎样？我本来看在儿女的份上，想给你点面子，不想你如此的蛮横。今天休要怪我豁出体面。各位，实情就是他得了下三滥的病，我才要休妻。这妇人还……我可以证明，姐姐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为你遮掩了。谁让你这样不识好歹？他确实是染上了脏病。这么回事啊？离他远点啊！得这么不守妇道。燕宁啊燕宁，要不是我穿越过来，今天这架势你真死定了。燕和，就为个破举人娘子之位，你就这样子污蔑我，我怎么着也是你姐姐，你还有脸自称姐姐？我嫌你脏，是你自己先做错了事情，我只好大义灭亲。从今以后，我没你这个姐姐。好，记住你说的话，您可不要后悔。哼，就你不配让我说后悔二字。那好，泼脏水也得有证据吧？我哪里有病？您可不要血口喷人。你脸上是被粉遮住了，看不见。你身上可做不得假。看，这红斑，这就是证据。哎呀，真是啊！真有脏病。那你看看，你又不是医女，你怎么知道这什么病？还狡辩！大家伙都知道，我爹可是郎中，有病没病一看便知。爹，爹，
岳丈，爹，你快点给女儿看看，这到底是什么病？这，爹，你可看清楚了。哎呀，爹，他就是有病。这是花柳病。你真可怜，亲爹都一起陷害你。燕宁，你爹说的不会有假吧？哎呀，我可没脸活了呀！我怎么对待周家的列祖列宗啊？哎呀，真是丢人现眼！还好不是我亲生的，何该一根绳子勒死这个孽障，免得呀给燕家丢人现眼，就该进猪笼。哎呀，就算我真被进猪笼，你也认定这病就是花柳病吗？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这样污蔑你的女儿，你负恩何在？你是名声在外的医家，你义德何在？你莫再污我燕家名声。既然你怕我污了燕家的名声，那你燕郎中可不给我签下这断亲书，我燕宁从此与你们燕家没有半分瓜葛。好，快写。既然没有关系了，该轮到姑奶奶我出招了。大家看好了，断亲书在此，我燕宁从此与燕家再无半分关系。好，我来沾边儿。好，燕郎中，你我现在已经不再是父女关系，自当是医患双方的关系。如我没有病，你非要说我是花柳病，这不是简单的误诊之罪。污蔑好人，在大风律法可是重罪。你真的要确定我的病情？确定花柳，这到哪儿我都说的。若我无病，你又当如何？你说当如何？我要告官，我要占你医馆牌匾，我要封你的医馆。放肆！燕宁，你有病就是有病，敢赌吗？赌就赌，输了按你的来说，我就不信。周举人，你又待如何？我自然是要休妻。此等逆女，娘家见弃。我堂堂举人如皓月，岂能容忍啊！贱人，收起这休书，你身染恶疾，乃七出之罪，速离周家。等一下，把那个肥美的卡基得做10指再滚！你想得美！我不认可的纸，就是张包烤鸡的草纸。按大风律法，我未染恶疾，周之中你休不得妻。眼见为实，你还敢嘴硬？那你敢赌吗？敢？赌什么？你若无病，我便当众把这休书吃了。好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我若无病，举人当众吃休书，燕郎中医馆摘匾，药铺查封。看到了吗？这是脏病吗？怎么突然就没有了？这是花柳吗？没事啊，确实不是吧？真没有啊！不能吧？这没有啊？怎么回事？真的没有？跟我斗，你们也配？傻眼了吧？没想到吧？周之中，你眼盲心瞎。我们是夫妻，我不行，你能独善其身？不分黑白的家伙，任人玷污你的发妻，别人喂的屎你都觉得好吃，愚蠢！之中，你糊涂！燕郎中，你无凭无据，竟敢侮辱我周家父的清白！是啊，怎么这样啊？我家还有未出嫁的姑娘，今后可怎么嫁人呢？摘匾，封馆！摘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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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封馆！
要听信他的谗言啊！这次我是没想到。哎，诸位啊，这只是误诊啊！这是我和小女的私事啊！哎，谁是你小女啊？段亲书在此，我们两个现在是医患双方的关系，给个说法吧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看，这太诚实了，说事儿是的人。可我现在就去燕家的医馆摘匾查封，不算是医闹吧？不算。别，女儿啊，咱们私了，我愿奉上纹银100两。来吧，精神损失费你也应该给。周举人，修书包烤鸡，大奉新菜式，负心汉专享，您请吧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您请尝尝各中滋味吧。吃啊！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。就是，不吃啊，以后还怎么立威啊？吃啊！吃啊！哎，谁让你吃鸡了？吃休书啊！吃吧！吃啊！爷娘，祖老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吧。您看啊，我怎么着也算是周家父，这燕家平白无故的污损我，是不是也就是污损我们周家的名誉啊？这我们能轻易放过他们吗？怎么着，是不是也得给我们周家一个交代啊？没错，燕郎中，你是不是给我周家一个交代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周家也是摘匾。风波！别！族长，是我朱佑蒙了心，是我出主意毁坏燕宁她清白。你打我罚我，我都认。我也是有苦衷的，求你们饶了我吧！说你们打我罚我都行。什么苦衷？讲。是他逼我这么做的。当年的婚约是燕和嫁给周举人，燕宁嫁给陈大郎。可是这个燕宁非要嫁进周家，她不是我亲生，我要不按照她说的办，别人会说我偏心。可以啊，临时发挥啊！我就把婚约给换了。高手，这嘴可不白长，居然倒打一耙。来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我看你能唱到哪儿。那燕宁啊，奸懒馋滑又愚笨，过去也就罢了，可如今周郎高中，燕宁根本就配不上他。我家燕和知书达理，那是举人娘子的绝配呀！请祖老明鉴。有两下子出口就成章，请祖老明鉴。对，那婚约本就是燕和的，我与周郎本就情投意合，你们呀，真是黑心肝、烂肚肠的一群。知都，这就是你自家的事了。既如此，那便换回来好了。燕宁既无大错，我便不休你，一纸合离，你下堂去吧。楚师，我本来想就此停手，你偏要送人头，就你这点家务事，错漏百出，我再敲你一笔，看你肯不肯老实。楚师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我负心，是我刁蛮，那我燕宁出嫁的时候，怎么庄银1两也无？那我燕宁出嫁的时候，怎么庄银1两也无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对呀，1分也没有。好一个离间计！婆婆，不会是你把我的庄银偷藏了吧？呸！当初你嫁过来，2床薄被就嫁了过来，银毛你没看着？我那满堂黄花梨的家具，还敢说？
那家具就是因为你知道我有七疮之症，平白无故的来诬陷我，我清白。我若告到县衙，燕郎中，你伊德沦丧，枉为人妇，逃得过法律制裁和乡亲们的唾骂吗？就是，哼！庄英还我，这亲事随你。如若不然，咱们就去见官。婆婆，您是举人他娘啊，这知县大人肯定给您面子，是不是？那肯定是。咱们要不就告状去。对。掏钱吧，后妈。哎呀，亲家，等宴和过了门呀，那庄银自然有很多啊。婆婆，看到眼里的不如攥到手里的。你说这宴和进了门，会把庄银给你？这个老钱婆难对付，要不要她这个闺女，我还得掂量掂量。程氏，你先把燕宁的庄银给我补上。哎，婆婆，怎么能劳烦您呢？这事儿我熟。快拿出来，不然我跟你拼命！你什么？你快点儿！这钱庄怎么变得如此破烂？快来！给我，婆婆！给我你！好了，燕宁，这婚事你让了，你就别后悔。给我！婆婆，你干什么呢？注意你的行为举止。娘，不可呀！举人他娘，不可！她嫁给我们周家，那银两就是我们周家的。那按照大封律法第18条，合离之后，我有权拿回我自己的所有庄银。祖老，你说是不是？那是自然的。这丫头变得很厉害。儿啊，那可是银票啊！娘，孩儿已中举，以后良田财物任由你用。这话你还算个男人？乡亲们，今日谢谢大家，你们桌上的那些烤鸡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，大家尝尝我的手艺吧。燕娘子大气，多谢。乡野村妇也就知道拿着吃食收买人心，小家子气，我这就去写和离书。阿远、若若，你们想不想跟着娘亲啊？要。阿远，我是你爹。宁跟要饭的娘，不跟做官的爹。这次是我亲生的。走，你自由了。放夫书，叶宁，你放肆！应该是我写和离书。你写你的，我写我的，冲突吗？不装了，摊牌了，举人什么的，给我滚！燕娘，陈大郎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抢我的吧？听说你和离了啊！太好了，考虑考虑我吧。大郎，我这和离，那你来添什么乱呀？你先起来。哎，一家好女百家求，现在该轮到我了吧？陈大郎，你无耻！她是我姐姐呀！咋的了？允你嫁姐夫，不行我嫁你姐呀？哎，陈大郎，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？我不行了，我先回去煮点凉茶去。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，那会出我们燕家脊梁的。关我什么事儿？燕宁，这浪荡子可吝啬得很，你就等着看吧。我吝啬？哼！来人，把礼金拿来。啊！我靠，不会来真的吧？这礼都准备好了，有备而来啊！还真是有啊！打开。居然有这么多！发了发了发了！对，就是这些表情，不要听。完了完了，控制不了了，动心了。陈大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陈大郎，你什么意思？当初你聘礼才给我100两，因为你也就值100两。陈大郎，粗鄙！别粗鄙，可也有钱。哼！啊，陈大郎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我还是算了，我……哎呀，你拿着，这是入股鱼丸摊的钱。你这么大方啊！陈大郎，这是我周家，你给我出去！
就不出去！死举人，打死你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粗鄙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打的就是举人。不可理喻！臭酸儒，今天老子赶时间，明天再来打。怎样？考虑考虑我。确实是万年小狼狗的样，不过这有点太生猛了吧？陈大郎，既然你现在那么有钱，赔我年华损失费吧。我又不欠你的。你不能白白让我在你们家浪费那么多年青春吧？哼，我烧了我都不给你。我陈大郎是混，我又不傻。你和你们家这老登啊，休想算计我1分钱。不过些许铜臭钱，我们家举人老爷呀，可是吃皇粮的。周郎，趁着现在时光还早，不如我们……儿啊，我看那处事不是什么好人，还是青青啊好拿捏。青青相貌一般，但是能干。燕宁虽没才华，但相貌确实不错。燕和才华横溢，可与我心神相交。我堂堂举人有个3妻4妾也不为过吧？全部收入囊中，我也来个小后宫。看这眼神，没憋什么好屁。燕宁，陈大郎乃粗鄙之徒，绝非良配。这样，你给我道个歉，我可以委屈一下，让你自降为妾，留在家中。呸！我看你不是中举了，你是中邪了。我现在要钱有钱，要娃有娃，要大郎有大郎。跟你有啥关系？听见了吗？是要给你做妾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也罢。既然祖老说你堪为良配，那这样，燕和做平妻，青青做贵妾，你还做妾？我再配。大凤是没人了吗？非要嫁给你？告诉你，我燕宁除非不嫁，要嫁我就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无知妇人，目光短浅，放眼大凤，我这样的夫子哪个不是3妻4妾啊？就是喂，皇后下边还有贵妃呢。举人老爷，我也要做平妻。放屁！没想到你居然还是个杜甫呀！姐姐，我劝你多吃点醋呗，疗肚。哎，对啊，这个好啊。我最近新研发的醋还没有起名字呢，杜甫就叫杜甫醋了。我要卖遍整个大凤。哪个儿女出嫁的时候不得陪送2缸啊？对，到时候用我的醋灌死你们这些寻香猎艳的渣男！渣男，无稽之谈。没听说过。燕宁，我劝你不要异想天开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，到时候还得哭着来求我。关你啥事儿？告诉你，我要让这杜甫醋风靡大凤，走进千万女子家，女子笑哈哈，男人苦哈哈。陈大郎，你有点斯文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再说我打死你，说燕宁我更打死你。女士，这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哈。我要去做举人娘子了。我也要做举人娘子。做什么举人娘子啊？做生意它不香吗？柔柔啊，阿远，下来吃饭啦！奶茶、凉茶、烧仙草，有事没事来个小烧烤。大凤美食 KPI 全靠我这个美食博主了啊！今天的主菜是风味盐焗鸡。我们柔柔小嘟嘟太可爱了，家最美丽、最聪慧娘亲的私房菜，真香。阿远，彩艺余庆那套是没有用的，我不吃这套，过来。你都不问我为什么要打你？当然是因为我说娘糟糠妻，娘向阿远污蔑了娘的美貌。嘿，娘亲第一美。那是。还有不该说要饭的娘，我那是跟娘学的卖惨。我臭小子！我早说了，娘亲不打人了。娘亲虽不打人，但是娘心眼儿小，下不为例，听见了吗？
吃饭吧。娘亲真的变好了呢。不过我觉得呀，我们这住房条件确实得改善一下。燕娘子，哎，祖老，还劳烦您亲自来一趟啦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看这周边的房子都挺整齐的，我打听了一下，是祖老您的产业，我就想着或买或租，好让孩子们住得舒服些。可以呀，那几间房子啊，空也空着。慢着，祖老，祖老，这几间房子我正要租。燕娘，你从我这个柴房给我搬出去，收拾东西赶紧滚！我不是老东西，脾气真对我。我画的银票，这回有好戏看了。这贱人把庄银一定藏在衣服里。不是我说张氏啊，你这……哎，等会儿，这银票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别瞎说，这是正经银票。大胆张氏，这银票哪里来的？这是我自己的。这银票是假的，造假银票你会坐牢的。假的？你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你看这个，这都是假的。哎呀，是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我给你的，逼死！有种就说出来是偷我的。那是，哎呀，这怎么是假的呢？哎呀，祖老，但是我的钱还是太有限了，我得留一点傍身，要不我还是先租吧，后面我再买。哎，自然是可以的，还有脸哭？祖老慢走。这银票怎么是假的？哎呀，哎呦，有福气好香啊！阿元乃是我长孙，何该主张？先租后买，将来产业还不都是我儿子的？你就听我说的这样做。想当新娘，自己置房。我周家地方大，随便盖哪里。喂，老霍，吃相未免有点太难看。儿子娶媳妇儿，让娘家出银子盖房。我看啊，这婚事以后再说吧。叶荷，咱们走。哎呀，我不走。走。哎，婆婆，回家。走，没钱还想嫁鸡走位，跟我斗。哎呀，哎，静静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你合适。你出钱置房，就能进我家为妻。我没有银子。没有银子，没钱建房，先欠着。这现100两，你要是没有钱的话，你就先别给钱了，可以做个妾。然后你把这个卖身契按个手印。说来说去，居然让我做妾，哪有卖身还倒贴100两的道理啊？哎呀，快去做饭！还要做饭，还要卖身，还倒贴100两？难不成你嫁举人是为了偷懒啊？接着给你1文钱，做4胎1套，去吧。1文钱4菜1汤，做梦呢吧你！这妾谁爱当谁当，我不干了。鱼丸摊招人啦，快来！我来。真是的，不识好。住新房喽！太好了！住新房喽！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自由了。搬家。耶！来，
说说。演戏。哎，告诉你娘，陈大郎不是什么好人，就算爹爹再不好，对你娘也是真心的。在爹爹心里，燕和再好也不如你娘。去告诉你娘，好不好？这些都给你啊，都给你。这叶宁虽然蠢笨，但也不能便宜了陈大郎。哎，若若，怎么样啊？现在好不好呀？好，这谁给你的？爹爹给的。爹爹让我告诉你，爹爹不好。就算爹爹再不好，对你娘也是真心的，怎么就说半句？陈大郎好，陈大郎不是什么好人，又是半句。燕和好，啊？什么？说曲汉小祖宗，娘不如他。在爹爹心里，燕和再好也不如你娘，还能这么传话的？混血！硕硕，你可坑死爹了！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不行，我得监视之。哎呀，那就来开个小吃摊，就做鱼丸、酿醋，皆做熟食小吃，各种美食。妙啊！争取年底盘个铺子，合作愉快。加油！加油！他居然摸我的手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太好了，马上就可以脱贫了。太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娶妻了。少年郎看花微微笑，鸟儿在枝头摇一摇，暖风也追着莺儿跑，等你晚安一笑。燕妮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！心里欢喜却很傲娇，贴着你嘴角往上翘，生活自由千百纷扰，而此刻与你轻轻笑。管他水迢迢还是路遥遥，时光与我都在陪你老。任它风萧萧，舟儿水中飘，想看星辰起落，鱼儿皎皎。来我鱼丸尝尝吧。燕妮姐姐，看我的。东街铺子西街摊，不如宁记一碗鲜。现杀现打，好吃的鱼丸汤喽！一口鱼丸一口醋，活到100挡不住。可以啊，这吆喝声绝了。你说你这与其做人妾，还不如自立自强呢。这样吧，你跟着我，我教你做鱼丸还有酿醋。你也开个小吃摊。我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！我大风律法，清白女子可经商可立户，即便是耕田织布刺绣刨除，什么做不得？我们女子也能顶半边天。这是卖的什么呀？这么香！哎，左老，这么香的鱼丸，我还是第一次吃。哎，快来一碗吧，再来点醋，又香又解馋。您先坐那边等着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左老，我家的鱼丸啊，是用鲜鱼肉太极打法做的，这里精肉、鱼油还有筋膜各占3×3，爹的好料，您尝尝。左老怎么样？好吃啊！好吃。对呀。哦，对了，燕妮啊，这马上百花山的登高会就到了，到时候这条街上人可多了。哎，你这个鱼丸摊呢，算是开对了。
登高会，那不就成商业街了？哎，左老，你有没有听说过美食节？你是说你要扩大经营？好主意啊！这百花山呐，可是方圆10里难得的景色，游客特别多，尤其是踏青时间。说得对，我们要扩大百花山踏青的知名度，同时呢，还要提高村民的美食花样。比如农家小烧烤、果冻奶茶、小香草，都给我炫起来！每种美食呢，我们只收1成提成，我已经跟祖老报备过了。你这投入有点大，得要钱。我可是天使投资人。登徒子，我登谁了？又没登你，不合理了，赶紧的！叶宁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堂堂一个举人。高子，我一直听叶和说你吝啬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燕和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一掷千金为知己。荒谬！大气！富贵险中求。我要发财了！叶宁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若多向你妹妹学习学习，温柔贞静，相夫教子，我们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。我说举人老爷，我都已经退位让贤了，我就喜欢线下露脸，你不喜欢你可以闭眼。我是不是为你好呢？这陈大郎乃是混混，怕你血本无归。你不知道风浪越大鱼越贵吗？自己在家做个活，没必要冒这么大风险。我就是要把百花山登高美食节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！耶！叶宁，你有想过我们的孩子吗？对了，孩子。若若，阿远，快来吃饭了，菜都凉了。热热来，又有好吃的啦！啊，各位，既合理，但是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什么时候跟燕和办喜宴啊？找我。8折优惠啊！不孝子，不孝女，对，我就这么走了，太丢人了。陈大郎，你干嘛总往别人家跑呀？你就不能自己找个老婆吗？我这不正找着呢吗？你真是粪坑之时，冥顽不灵。那叶宁明明是我的前妻。粗鄙，不可理喻。哎呦，造孽呀！他啥时候会做饭了呢？这香味儿勾得我这肠子直打结。来了，梅菜扣肉，香不香？香。当举人他娘虽然风光，却也够憋屈。娘，阿爹给我吃糕，我想给爹吃肉了。毕竟是亲生的，血浓于水啊。快点吃，锅里还有呢。这爹帮不了了，唉。不过，你们俩心眼小，心眼小。但是，如果别人对我们好，那我们也只许对别人好一次。我知道，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那要是别人欺负我们呢？欺一次打一次。娘，你说过，投之以矢，报之以愤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还吃不吃饭了？阿远，家事便是如此，若国事，便是他敢杀我一人，我就屠他1城。记住了。孩儿知道了。祖老啊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看他们吃的肉，我吃的窝头啊！我可是巨人他娘啊！
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他的银票总得给我分点吧？燕宁啊，虽然你和知州和离了，但是这扶老怜弱不也是应有之义吗？啊！不是，她都已经是我前婆婆了，我这还……老，这就是我娘孝敬的。还有这个。张氏，你糊涂！竹老，他那窝头假装的，打我脸呢。张氏，你糊涂！你这是打燕娘子的脸吗？啊，你这是打举人的脸，这是打你周氏的脸呐！我说钱婆婆，这要是让上官知道，举人他不孝，给他娘吃窝头，可是要革去功名的。对呀，可能还要问罪，可能要连累全族的。哼，谁叫他赖着不走，天天勾引我儿子。糊涂！燕宁是阿远的亲娘，你如此败坏她的名誉，知州啊，你再这样纵容你的老娘，我可要动用族规了。不敢。燕宁，关于承办美食节一事呢，老夫已呈报上去了。真的，多谢族老。哎，对了，族老，这是我新酿的杨梅酒，您尝尝。好酒啊！哎，燕娘子，你要多出几坛这样的好酒，我呢拿给各位上官去尝一尝。哎，咱们美食节的事儿，不就不难办了？啊！燕宁姐，出事儿了！谁是燕宁？衙役怎么来了？你就是燕宁？你们陈州村承办美食节一事，知县知道非常重视，命你做一道美食，不仅不能浪费，还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，如此方能举办美食节。只做一道菜，还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岂不是刁难吗？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，这美食要是做不成，这美食节不但不能开，还要从严惩治你劳民伤财之罪，众口难调啊！燕宁姐，要不还是放弃吧？有钱少的，你嘚瑟出事儿了吧？妇道人家，抛头露面，有辱名节，这美食节本就不该办。闭嘴！你说什么啊？就是一道美食吗？我有办法。真能吹，平时连饭都不会做的。女子以卑弱为本，你不要逞强。卑弱个屁！主意是我出的，策划是我做的，投资是我拉来的。妇人无外事，聘姬怎可私产啊？周礼定规，天子亲耕，皇后亲蚕，皇后都能祭天，凭什么我就不能主办美食节？这叫火锅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定制火锅底料，比如说山泉清水、菌汤锅、浓骨汤、野山椒、麻辣锅、香辣锅、特辣锅、红汤滚、清汤沸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真好吃！真好吃！好吃啊！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老夫平生仅见的，这太好吃了。知州，快来！输了要认。不是，娘子，抛出高手。谁是你娘子？卑弱吗？还卑弱吗？哎，起开！你，哎呀，燕娘，之前你让我拿的那个锅是吃饭用的。好吃啊，好吃！衙役大哥怎么样？这火锅能不能交差？罢了，罢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特辣锅是我的最爱，
不能吃辣的别勉强啊。我也要吃特辣的。燕宁吃。我也吃特辣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你们两个不能吃辣就别勉强。我能吃，我也想吃。幼稚。说你呢？说你呢？你呢？哦，你帮爹爹还是帮陈叔啊？不知道呀。说你呢？说你呢？说你呢？自然是帮陈叔，谁对娘亲好，我们就帮谁。青青姑娘，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啊，妍宁姐，这次我是真的心服口服。那就多吃点儿。姨娘，是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我先去抓住他的胃。那是我做的饭之中，他根本就不爱吃。他跟我说什么啊？那个不吃辣就不能进周家的门。宝贝儿啊，你这么个吃法，小心得痔症。我好像已经得了。一定是燕宁这个贱人在背后使坏。周家这婚事，定也得定。必须给我定！亲家，你家周举人和我女儿燕和的婚事也该定下来。这3书6礼啊，什么时候送到我家去啊？你瞧瞧，这婚书上的红纸金字，当年你家老头子按的红手印儿，可还鲜亮着呢。哎呀，亲家，这婚书我记得7年前你就用过一次了。你们家今天嫁女儿，明天又说错了换一个，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。你还是问问举人老爷吧。周郎，我都说了，我要准备明年的春闱。推三阻四，莫不是想来年往下捉婿？你这个瞎了心肝的，你去赶考的钱还是跟我借的。我告诉你吧，要么明日抬花轿，要么马上还债。周之忠在哪？你家举人老爷在此。周之忠，赶紧把知县大人送的皂靴、学政大人送的衣袍给我脱下来！放肆！你敢直呼举人老爷名讳？哎，你这是……实话告诉你，公明腾龙关吃醉了酒，抄错了名字，你这次又落榜了。还有，鹌鹑补子也不许再用了。别！光听说秀才变举人，这怎么举人变秀才了？哦，对了，知县大人说了，以茂陵领生的补贴都要还回来。看在你还是秀才，其他就不予追究了。儿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女儿已经不是举人，我看这婚事就罢了，赶紧还银子。我没钱，不是有人送你良田千顷吗？啊，你空手套白狼，我告你骗婚，告我也没钱。周之忠假中举，诓骗我女儿。明明是他自己贴上来的。你胡说，赶快还钱！叶和，叶和，你是知道我的才学的，3年后科考，我一定会高中的。哎呀，天下秀才千千万，能中举的能有几人？少来！我一定会中的。
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知书达理，不会嫌贫爱富的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那些甜言蜜语，那些私定终身，你少来污我清白，中了举的才是官人，穷秀才别来沾边。女方口中托，鞋子吻上枕，早知如此，还是燕宁好。穷秀才没有银子，就拿房子抵债吧！你们不赶快给我滚出去！等我几天，我会筹银子的。娘，都怪你！大郎他虽然吝啬，但他好歹会做生意啊！你非让我跟燕宁抢那个举人娘子，你看现在倒好。哎，有了！你可以和陈大郎复婚呐！10里8村的，就他有钱。臭豆腐，大家看，臭豆腐，还有烧烤啊！来看看，还有烧烤，大家来看看。来，臭豆腐，铭记清点鱼丸套餐，烤鸡梅子酒套餐，臭豆腐烤冷面，铁板鱿鱼羊肉串，4样齐全，赛神仙喽！青青，这叫卖更上一层楼啦！燕宁姐，还是你厉害，当时让在山脚下摆摊，我还笑话你呢。现在这凉茶订单跟雪片一样多。来，让开！这里还有一些别的，尝尝看吗？这是烤鸡梅子酒套餐订单，鱼丸醋套餐订单，这个是凉茶订单，这是剩下的全部了。这么多啊！这是定金。在古代，我成了发财小能手啊！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大郎，我的好女婿，来，让你说点事儿。你们这是干啥？哎呀，从前燕和跟你和离，那是因为你不务正业。如今你改邪归正，不如你们就复婚吧。咦，你让我跟他复婚，你还不如让太阳打西边出来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这一生非燕宁不娶。走吧。燕宁跟我抢男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哼。给我来一碗！哎呀，我也要！来尝一尝，有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交钱，不交钱不能喝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你过界了！你过界了！不是保证先到先得，我才你走！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这地方我拆载的时候就发现把人看见了。跟你说，这我地方，这我先占的地方，你别想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不知道我是村里一霸是不是？听老子说两句啊！哦，我们来听燕娘子说两句吧。我说两位大兄弟，这马路牙子这么宽，你们非得挤这干什么呀？都能做生意啊！只有这儿是风水宝地，其他地方破财。谁说的？当然是财神老爷说的。本姑娘呢，特意花了50两银子，从最灵验的财神庙得了个签。哼，这财神爷可都说了，除了此地之外，皆为不祥之地，赚不到钱的。哎呀，就这等神棍的骗术，还想在我这撒野？今天姑奶奶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忽悠。巧了。昨天晚上我做梦，梦到财神爷，给我托梦来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我在梦里花了500两银子，请财神爷给了我一个神谕，不仅化解了这片不祥之地，而且他还让我告诉你们，
他还要显灵通圣，你们想不想看呀？想看，想看，想看。大家看看，碗里是不是都是干净的？是啊。大家都累了，不如都喝上一碗我燕家秘制的酸梅汤。喝完之后，财神爷就会显灵啦。到时候啊，咱们都按照财神爷说的办，好不好？好。碗里有个字儿啊！我的碗里有字啊！财神爷真的显灵了！哎呀，财神爷显灵了！显灵了！财神爷显灵了！哎呀，这是个盒子。对，和气生财。这财神老爷的意思是让我们大家要和睦。我就说这财神爷的价格合理，我说的果然没错，简直托你下凡呀！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发财呀！保佑我吧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大家快点起来，赶紧都各忙各的去吧。小绿茶，你要是再跟我使阴招，我这个转世财神童女镇村之宝可饶不了你喽！还有我，饶不了你！好，燕宁，你给我等着！给我等着！娘亲，咱们家我爹出大事了，要把家卖了。说什么都没用，这婚呢必须退，赶紧给我退！不能退呀！把钱还给我！亲家，说什么也得退！亲家，你干什么？别叫我亲家，说什么都得退钱！哎呀，别走啊，亲家，退钱不能退！哎，你也是来落井下石的，石头还是要丢几块的。到底想怎么样？帮你还债，你把这宅子里给我。好，房子也归你，碗也归你，你定是要将我扫地出门，报那休书之恨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。哎呦，停！道歉有用的话要牙医干嘛？最多一副人心，最多不过渣男的心。告诉你周之中，我答应帮你还债就不错了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把这个签了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劳动合同，你要开店，让我做大伙计，你这不是自……你就说干不干？干，这还差不多。亲家，必须退钱！别吵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周志忠的钱，我替他还。哎，到了，到了！这么多，看你就是欠收拾。举人不，秀才欠我9010两，4两。燕娘子，左老，我想要的那套黄花梨家具啊，在上面呢，100两。100两，买吧。哎呀，之中啊，你不听老人言，非要休妻，活该呀你！慢着，这套家具是我们家的。我说你有完没完？没告你们2个人诬陷已经很给面了。交钱拿来，银票给你。燕宁，你不过是一时张狂赚了几个铜板，我早晚会把你变成脚底泥。我说小绿茶，我看你还是赶紧找个2手的举人嫁了得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哼！一天到晚见着这些没用的。我说钱婆婆啊，没事儿，这柴房呢也没有那么老，表现好一点，我给你们2个加火炭。燕娘，燕总。哦，燕总，有何吩咐？哎，现在呢，我们百花美食节落幕了，
知县得名，百姓获利，百花山闻名天下，美食订单接到手软。你猜什么样的美食最受欢迎？什么样的？当然是修书包烤鸡啦。所以呢，我这个修书烤鸡店也要开张了。开业大吉！怎么没人啊？少年郎可化为微笑，鸟儿在枝头摇一摇。我先来的。哎，停！站住！排队！滋我血！说我。哎，停！我们店里的烤鸡每天是限量的，要取号。让开！啊！让开！哎，怎么不排队啊？放肆！哼，这阵仗不知道是哪家的大小姐，管他呢，赚钱就行。嘿，欢迎光临。差役大哥，这是谁呀？这是知县爱女福田娘子，被婆家休了。这是我能听的吗？能听但不能说。福田娘子不许丈夫纳谏，那薄幸子偏要夸其游街，娘子砸了婆家府邸，婆家一直休书。过来。叶娘子，听说你要开烤鸡店，我给你出道题，你若能解，这烤鸡店就尽管开；若答得不好，这修书包烤鸡我也做了，一点也不解气。差点意思。叶娘子，这修书包烤鸡若能做到我满意，我不但给你撑腰，还要日日买上100只烤鸡，给所有被负心汉伤害过的女子都可以来拿，先到先得。一言为定。情绪价值都给我拉满了，咱们就是要仪式感。仪式感。上才艺。噔。命告天下负心汉，此鸡乃香妃泪烛烧火烤制，此休书乃警天下不得收起。意思就是我不认可的纸就是毛册纸。毛册纸附至皇词一首，且清那《列女传》贵在的血泪。左写负心，右写薄幸，中央就写个大渣男的大名。那杜甫醋是什么意思啊？杜甫醋的意思就是我是杜甫，一身好气，爱咋地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好。要是还不满意的话，那我就日夜派小厮在衙前街上来回展览，每天来个700-800遍。哎，我们再弄几百只免费的烤鸡送给那些受欺辱的女孩子们。说得好。负心汉套餐含休书一封，烤鸡1只，杜甫醋1罐，至皇词1首，此乃大奉女性相夫管家必备之良品。还有更厉害的吗？渣男段子绝增豪华套餐。展开说说。给渣男准备的魔鬼麻辣的馅饼，辣死！秘制螺蛳粉，臭死！苦瓜拌黄连，苦死！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叶娘子，你这问题解得好，有极致乃大才。
那这烤鸡店开，耶！那这100只烤鸡买。大家听到了吗？今天福田娘子给大家送100只烤鸡，凡是家里有复兴伯姓男子的，都赶紧过来领啦！我家相公下贱不归，我家那位醉酒家暴，不予养家银子。天下间不幸的女子竟有这么多。多谢福田娘子，多谢衙役。叶娘子，你放手干，我给你撑腰。烤鸡第一家，知县亲笔题字。要发财了！凭什么？他办了美食节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还得到知县千金的青睐。当初我给福田娘子送年礼，却被他赶了出去。我到底哪里不如他呀？要我说，就算了吧。爹一定再给你寻门好亲事。我听说临县有个丧妻的举人。哎呀，不要！这次一定要嫁得更高，比举人不，比进士都高。闺女，你是打算要做妾吗？哎呀，其他在议，先把这口恶气出了再说。可惜了我那上好的家具。爹，你帮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就不信治不了燕宁那个女人。办法呀？哎，燕总，做这修书烤鸡第一人我也认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你。可是我是阿远的爹，还是个秀才，你总不能一直让我做后厨做鸡，这就犹如斯问了。我是想让全天下的负心汉都引以为戒。可我也是男儿，脸面往哪搁？你若一意孤行，那我就带娃离家出走。走呗，走就走。不是，我错了，你给我换个差事嘛。不管，赶紧把鸡放下来。做不做？不做的话你就走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燕家的烤鸡吃死人了！燕娘，出人命了！快躲一躲，他们吃你烤鸡拉肚子，要报官呢！哎呀，肚子痛！燕娘子，哎呦，你这老狮子烤鸡，他不是用关鸡烤的，亏我那么相信你，你这是下毒啊你啊！是啊，怎么会呢？我们家的烤鸡知县加千金都说好，不可能的呀！行啊，讹我是不是？我哪有碰瓷儿我要上茅房了！等等我！哎呀！要我说，燕宁啊，这烤鸡就是吃死人不偿命呗。这得赔，必须得赔，不然我就报官！报官！必须得报官！真是没完没了啊！把我往死里逼呀！行，今天我就彻底把你们的脸打没！哼！哎呀，我了个豆儿，小绿茶，整了半天又是你给我整这死出啊！爹爹，我爹可是郎中，他能证明。放屁！今儿吃了整整1只烤鸡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也许回家你就暴毙了。再给我说一句，放肆！依老夫看，你们这烤鸡粉料中定是混入了狼毒。燕宁，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儿，但我也要大义灭亲。你不懂草药，去拿草药做香料，这才惹下了弥天大祸。你还不赶紧收手！你这个鸡太香，肯定有问题。哼，我不懂草药，笑死我了！姑奶奶我满山遍野玩蘑菇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哎呀，我这会儿又是你女儿啦，我这会儿又跟你大义灭亲啦。常言道，虎毒不食子，让大家瞧瞧，这位燕郎中为一己私利，谋害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是罔顾人伦，易得沦丧。段青书在此，我早就跟燕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道德败坏。另外，大家来看，我们家的烤鸡经过官方认证的，那
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可是就是有人吃中毒了呀。那咱们就验。大郎，验。哼。众所周知啊，这个公鸡啊，百毒不侵。如果我们家的这个药材在它的鸡冠上没有变色，就说明我们家的烤鸡料没有毒。这可是知县大人告诉我的方法，就是为了防你们这种小人作祟。叶明义啊，会不知道这个方法吗？自然学过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当然知道这能证明我们家的香料呗？谁知道你们用的什么障眼法？障眼法你妹呀！大医精诚4个字，我看你是自己占着你的良心吃了吧？我的料粉有没有混狼毒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们快看，那个鸡真的没变色。那鸡真没事。这夜郎中真的在说谎。烤鸡剩下的都带来了吗？我有。看一下。这里面是不是下了巴豆啊？大家别听他瞎说，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巴豆了。那如果里面要是有巴豆，你当如何？自掏腰包给2个大哥看病，你至少要每个人给20两银子。你怎么了？舍不得？20两就20两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证明。先把钱拿来，省得一会儿你抵赖，头就疼。大郎。就这样，在这知道了。这现在想的刚刚清楚。你们看，各位都看到了没有？按照这个《救荒本草》第8页记载，巴豆遇到紫苏就会变成靛蓝色，所以我们断定这只鸡里面肯定被下了巴豆。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哎，那2位大哥，我说你们2个与其在这诬陷我，倒不如想想到底是谁给你们下的巴豆吧。拦住！快走！诸位，我们烤鸡店每笔订单都有流水。敢问2位，你们的鸡什么时候买的？3、2、1，说！今天晚上。完了！大哥，我错了。好啊，果然是来碰瓷儿的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是他给了我们10两银子。对，要是他给的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！我什么都没干。叶郎中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娘，那叶宁从小就不如我，凭什么她现在过得比我好呀？毫无疑问，你哪儿都比他好。你从小穿金戴银，吃香喝辣，我还让你学了琴棋书画，你哪儿都比他好。他会什么呀？就是一个乡野丫头。他都被休了，陈大郎和周志忠还围着他转。那2个傻子从来就没入过我的眼，娘这就给你寻一门更好的亲事。可他日进斗金。宝贝儿，不就是几个钱吗？爹给你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放过叶宁那个贱人，什么风头都让他出。现在这病没人来让我看的，我这名声都……哎呀，是女儿重要，还是你那一文不值的名声重要？你说他背后有人，我们争不过他。我娘家的人没人吗？我背后没有靠山吗？这还没完没了了，这。
你过去不是不看这些杂书吗？什么杂书？你说的对，这些都是宝贝。那你上次财神爷显灵参考的是哪本书第几页？你在问我？燕总，这个真没有。怎么做到的？挺急的。这我免费做1个月家务，会穷。少来撒娇啊！就用这毛笔，轻轻在碗底画了几下。他不可能。沾了些许湖上那儿买的石蕊粉。别，你告诉我，我真的我急，我。说什么我不能听吗？周酸如想抢我的风头，没门儿！哼！念娘，这个是我专门托人去京城买的蜀锦，送给你和若若做新衣服。哎，我们家若若才不喜欢新衣服呢，不喜欢穿就糊窗户，也有的是钱。念娘，嫁给我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天天抱着银票睡。庸俗，有我这珠玉在前，他能看上你这白丁？燕宁啊，总会有些酸乳想拿捏你，千万别回头啊！我若惯着他，早回头了，根本轮不到你在这献殷勤。周酸乳，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白丁，白丁，白丁！有完没完？快停下吧！哎，娘娘，这是我特地寻来前朝陆羽《茶经》孤本，这是真正的好东西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叨叨想做奶茶吗？这个肯定有用。哎呀，我家从来就是做茶的，是奶茶，不是茶。茶没有文化，赶紧给我。快点，我等的茶都凉了。6、7、8、9、10勾圈 K， 瞧瞧，来，就等着你呢。4个3，管得上吗？管不管得上？管得上吗？管得上吗？哎，4个5，让你看看今天谁够大。4个Joker，大不大？最顶大。4个 Joker 最大吗？当然了。不过叶娘子，这灌蛋之法可真是妙极呀！现在福田洋子每天必打。谢谢夸奖。不必客气，知县大人夸你生财有道。你在这个百花路上设的这个驿道和官道上，广设接待处，安设座位休息，各种点免费的2小小时一应俱全。别人都以为他会赔钱，没想到你赚得盆满钵满啊！叫什么？猪请客，狗买单，薅羊毛。哦，对，还有什么美食大赛、特许经营、戏班助演。这叶娘子小脑袋瓜啊，真是不简单。哎，还行吧，跟衙役大哥你比吧，还是差那么一丢丢。哎，真会碰。3个勾。哎呀，管不上呀。管不上是吧？族中虽然失去一位举人，却多了位能干的娘子，不亏不亏。娘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法子整治那个小贱人？你爹啊是不中用的，那个小贱蹄子掐架有枪，咱们呀是好。娘，流霞糕好吃，若若还要吃。不可以吃啦，吃多了坏牙的。再说了，娘亲给我们若若做了最爱吃的宫保虾球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，若若乖不乖？乖。娘，周必算经我学完了，快来考考我。这么快？哎呀，我们家远是个小天才啊！娘，不要骄傲，会捧杀。低调低调。哎呀，这有点太老成，不是养儿子吗？倒像他是我老子。走，来走。
怎么啦？他家的毒蜂毒死了我家的牛，还打我。明明是你那憨牛，一舌头卷了我18个蜂巢，我没找你赔，你当谁来找我？叶娘子，你给评评理！哎，别，你们两个这属于民事纠纷，你们应该上警察衙门上告去啊！找我干什么呀？叶娘子，你是才师童女转世，断案如神，自然是请叶娘子评评理。是，哪有什么财神童女转世啊？你们这种打官司断案就应该上衙门上去啊！哎，叶娘子，我们如此细腻，你怎么这种态度呢？对啊，今早听你娘家继母和继妹还到处夸你呢，莫要辜负我们的期望呀！我就知道是他们搞的鬼。娘，捧杀！好，断就断。你们两个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界，什么名字，属于谁？山脚下的荒地。我的蜂肯定是在山脚下远远放的，不然这道人怎么办？那牛又是何时牵过去的？今早。我那蜂3天前就在，还专门立了牌子的。天圣杂令上说，野蜂采蜜处3丈内不得畜牧。大凤护律明言，畜产相犯，主偿半价。哎呀，叶娘子律法娴熟，高明啊！听到没，养牛的，你应该赔我钱。哎呀，我的牛就这么白死了。所以你们应该去衙门啊，看看什么结果。走。厉害！叶娘子，你快来评评理！他答应我的事做不到，他答应我的彩礼。哎呀，答应我的。最近村里似乎不太平呢。我去找陈叔。鸡群踩地之争，什么粪坑堵了，蚂蚁搬家，彩礼嫁妆纠纷案，夫妻争执案。我了个豆！我看呐，来者不善。我看都是叶家搞的鬼，断了我们的财路。只有千日作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呀？叶宁，出来，碍事儿了！叶宁，你越权断案就算了，竟敢篡改文书，伪造田契，撕断张陈两家的田界。就是你，足足少了2寸宽，气得我爹卧床，眼看就要咽气了。你快赔钱！叶郎中可以给我作证。确实如此，张三的父亲因气得病啊。叶娘子，民不告，官不举，现在原告在此，你得给个说法。叶宁，按照律法，你私改田契可是流放3千里的重罪。不过呢，你若是跪下磕头求我，我倒是可以帮你说和，让你罚银顶罪。没有500两，不，1000两，我是断不回罢休。我要把我那卧病的老父亲抬到你家来咽气。叶娘，你就赶紧破财消灾吧。我何时断过财？又何时出过奇书？你有何证据？哎呀，我就是证据，记住在此。你还想抵赖？大家快来看，叶娘子不讲理，欺负老实人呐！大家给我评评理呀！少在这给我无中生有。就是。你们怎么证明这是我签的？这分明字迹都不对。那是你找人代笔。现在除了你，谁敢胆大包天包揽官司？堂哥也没人敢，除非你能证明这个不是你做的。就是你。没有1000两，我就赖在你家不走了。哼，好你个兔崽子！我，想讹钱没那么容易。燕宁，别不知死活，整天在外抛头露脸，掐剑要强，真是取死之道。还不赔钱收手，
做个安分的灶童娘子，不好吗？你若证明不了这契书，休怪法不容情。谁主张谁举证？分明是这些混混无凭无据，怎么让我这被告举证呢？你越权在先，不举证怎能服众？就不举证，那你就赔钱。就不赔钱呢？那就讲不了，说不起。你得跟我到衙门走一趟。滚开！谁动下？试试。我劝你也别犟了，1000两银子罢了，这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。只怕这1000两银子我要给，说不定后面你要挖5000两、10000两银子坑吧！我告诉你，冤枉钱我1分都不会出，想讹我，杀了你的狗眼！你们所有人都跟我走一趟。叶娘子得罪了。慢着！苏老，谁说燕娘是越权断案？燕宁乡亲上报，申请让燕宁做我们村里的理政。理政断案不算越权吧？不对，你只是上报，官府并没有批文。燕宁现在可不是理政。燕宁有大才，做理政绰绰有余。张三，我们陈州村之前从不接纳外姓，是燕娘子心好，这才收留了你们一家。你们怎么恩将仇报呢？我反正要1000两。你不怕把你赶出陈州村吗？我有了1000两，我京城我都去的。这破村子有什么可留恋的？叶宁，要不咱给他1000两，让他滚蛋，咱们再打他一顿啊！我离不开，可以不改情开心。张三，你可想好了？若我能举证，你不仅1分钱拿不到，还要给我滚出陈州村。你确定要做这个原告吗？我不是原告，我是人证。你给钱，咱们都好说。原告也好，人证也罢，你既然敢出来闹事，就得承担这个结果。无论输赢，都得给我滚出陈州村。想清楚了？我……对呀，他就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。滚呀，滚就滚！好，那既然张三不认他是原告，那你们这一家3口才是原告啦。那又如何？路不平众人踩。那我今天就好好踩踩你。衙役大哥，如果我能举证反诉燕家3口，你还一样索人问案了？这……你不敢？怎么？你是收了他们的好处？你若真能证明清白，你会拿他们一个污蔑良民？怕什么呀？他又能拿出什么证据？对啊，他就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。好，阿元，把你的档案文书拿来，让这几个好好学习学习。终于轮到我出马。燕宁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居然让一个小屁孩替你顶罪呀！此言差矣。首先，我虽是孩童，却全程参与了所有的纠纷调查处理。你蔑称我小屁孩，可知如今的万岁也是10岁继承大统的少年天子，张嘴便是大不敬。还有哦，古有提营救父，今有阿远救母。我听母亲分说一耳，此乃孝道。怎么，你偌大岁数，你娘没教过你孝道乃大道的道理吗？好样的，阿远！儿子真棒。多说无益，你有何证据？早就料到你们会有这手，所以
每次处理完纠纷，我们都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、纠纷处理过程、结果一式3份呈写，3方签字画押，各执1份，并按数字排列，也称明白书。请问这位张三，你的纠纷处理明白书书码是多少？明白书在哪里？与你产生纠纷的陈四又在哪里？好，明白书好啊，这下不就明白了吗？一个小屁孩，他说话不足为信。大胆！那个刁婆子，你住口！本衙役忍你很久了，你左一个小屁孩，右一个小孩子，怎么着？指桑骂槐啊？你难道不知道？当今天子就是小孩，我不是，还是说你想侮辱圣上吗？干的呀！来人，儿警闹事的给我抓起来！去呀！对不住了，哥。不要啊！娘！张三，今日就给我滚出陈州村！滚！娘！叶娘子，接知县任命吧。知县有令，燕宁素行公正，善理庶务，自即日起任陈州村理政，掌管本村田赋、祠颂、治安诸务。此令公示3日，小谕一众乡民，不得以下犯上。谢谢衙役大哥。燕宁主办美食节有功，知县上书请功，皇上亲书排匾。此号大奉美食家。另外，免陈州村钱粮徭役3年。好好好，美食家，太好了！我的美食大业又升级啦！叶娘子，恭喜恭喜！知县大人说了，让你再接再厉，一定不负知县大人期待。哈哈，燕娘子仁德，今年我们陈州村家家都能住上青瓦房了。厉害！走。娘，燕宁，我就不信你命这么好，一定会想到办法治你。他爹，你也跳一下呀！哎，我可不跳，你们跳吧。宝贝儿，你也跳跳火儿，去晦气。啊，娘，你再帮我想个办法，我一定要整治那个贱人。他爹，你赶快想办法呀！你早就说罢手，可你们偏是不听，非要闯下这滔天大祸。要不是我多使银子，怕是都进牢房了。你现在不也没什么事儿吗？啰嗦什么呀？可我们行医许可那牌子都被衙门收走了，药房也被封了。哎，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难道还摇铃串巷去做游医不成吗？你看你那点出息！看来呀，还得是让我娘家来帮忙。女儿啊，你不必有太多烦恼。那个燕宁有钱又怎样？他不还是照样给人当狗吗？娘啊，给你挑个高门大户，咱们呀就做官太太，气死他！哪有那么多好亲事可寻啊？若真是好寻，我当初也不至于霸着周之中那个穷秀才，也不会生出这么多事。女儿呀，这次绝对是真的。你舅舅啊，帮你寻到一门非常好的亲事。他一个商贾人家，能寻到什么好亲事？有一个曹姓人家的长子中了进士，刚好啊又死了原配，想要一房续弦，你说是不是一门好亲事啊？哎呀，是啊，那是不是我家宝贝过门，那就成进士娘子了？确实是门好亲事啊！真的？
那还有假？唉，叶宁，你挣再多的钱又能怎样？不过是个小商人，我最终还是要压你一头。你去跟叶宁要5000两银子，给叶河当嫁妆，你听到没有？去呀！要是你去，我可不去。你是他亲爹，他不给你，还忤逆。你丢不起那人，我们都断亲了。要是你自己去，好，不去，我去。对，这个地方好像少了500两，这账算起来不太对。哎呀，恭喜呀，恭喜！我叶家的娘子就是不得了。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哎呀，何必讲得这么难听呢？我是知道自己错了，是真心诚意前来道歉的。那你说说吧，错哪儿了？叶宁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也知道，前段时间呢，你父亲病衙门和你造反了。我知道这点碎银抵不了什么，就算是我半分愧疚吧。2两碎银，可抵得上我冬日单薄的棉衣吗？抵得上我碗里喂猪的美米吗？还是你女儿睡在暖炕的时候，我下冰河换衣，你女儿随晴晴说话，我日日罚跪祠堂。我是叶宁，没资格替她宽恕你。就算我有千般不是，你总得孝顺你父亲吧？那可是你的亲生父亲呀！够了！已经断亲，你还来干嘛？找事吗？哎呀，亲生的就是亲生的。叶宁，你现在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这忤逆不孝，可是好说不好听。你说吧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父亲快被你气死了，需要5000两看病，拿来吧。5000两？什么病要5000两？你疯了吗？滚！敬酒是这罚酒，这酒，赶紧滚！哥哥，我好饿，我去给你拿吃的。肉肉啊，肉肉乖，这个呢是小姨特制的流霞膏，用西域葡萄蜜浇的糖霜。我不吃，你就吃一口，帮小姨尝一尝。不吃。叶宁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心肝宝贝值不值5000两。啊！你让燕河去绑架孩子了？谁叫他吝啬不给我银子？今天他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这绑架孩子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能知道是我干的？哎呀，你是害了女儿啊！对，我害的就是你女儿。我是说燕河呀。你什么没有了？哼，省得你碍事，你只当做万事不知就好。若若，
娘，若若不见了。什么？我让你看好妹妹呢。若若，若若。 燕宁，出事拿不到的5000两，说要绑架孩子呢。我还是来晚了，这2个蠢女人糊涂啊！通知组了，快点把人找回来。不对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若若有个3长2短。 就向叶家全家抵命！我现在就去。娘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就这个丫头片子，燕宁，她能不能舍得出这5000两银子啊？你怎么不把阿元给绑了呀？那个大的实在是太沉了，我实在是找不到机会下手啊。 确实是太沉了，不如把这丫头扔到山下，然后咱们拿上5000两银票，可以出海逍遥了呀。娘要是找不到，该着急了，我要给娘标记号。哎呀，娘，我可不想去什么海外，我就要做监视娘子。好，一会儿啊，你舅舅的人就来接应我们了，咱们呀，先去你舅舅家避一避。 等过了风头，我们就风光大嫁。娘，还是你疼我。累了吧？给娘抱会儿。哎，走，快点。若若，若若，若若，若若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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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若。 这是刚刚的糯米团子，这是若若留给我们的记号，我们就顺着这个记号找。好，若若一定要坚持住，娘一定会救你的。二娘、哥哥，你们可要找到若若。若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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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啊，若若。 若若，若若，组长，你跟人去那边，我跟人去这边。好，走，跟我走。若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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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心，这次爹一定要救你回来，一定。哎，实在抱不动了，前面有个破谷仓，咱们到那边。好，走，快快。 阿远，来，你看看，仔细找一找啊，看看这有没有，还有花草，这些地方都得仔细找一找。若若，没事，娘来了，娘这就来找你。哎，怎么了？ 娘，你看，宫姐，你这小丫头片子早醒了。这么远的路，我自己走，非累死不可。啊，娘，你看，宫姐，你这小丫头片子早醒了，还沿路留下了记号。哎呀，不安全，赶快走吧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回来！娘，谷仓那边有妹妹的声音。走，给我闭嘴！闭嘴！再喊个试试！若若，别动，不要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他！别激动，你放开他，好吗？放开他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。你先把孩子放下，放了他。你以为我有这么好骗啊？放了他我不就完了吗？
你说什么？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你不要动孩子好吗？言和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有今天就在你所赐。那你跪下，现在就跪。好，跪。你也有今天呐！以前的事都是我的错。你放开孩子行不行？只要你放开我的孩子，我什么事都好说，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。只要你放开若若，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。赶快把5000两银票拿出来，再送我们到渡口。等我们上了船，我们就放了他。快点！这仓促之间，我上哪儿去筹集这么多银票啊？你快点儿！少废话！好。若若不怕，娘亲在呢。若若不怕，要不要看一下银票的真假？拿来吧你！娘快看看，这是真的吗？叶和，你疯了吧你！都给我住手！来，把这2个贱人给我重重处罚，抓回去，流放岭南。爷娘，我错了，我有罪，我把银票还给你。银票呢？银票还给你。你妹妹还小，你不能把她一辈子回来呀！她可是你亲妹妹啊！这一巴掌是替叶宁打的，这一巴掌我是替若若打的，这一巴掌我是替古代所有被压迫的女性打的。这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赖不到别人，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饶过我们吧，饶过我们吧！滚！带走！我不饶！我是巨人娘子，谁敢捉我？没事吧？叶娘，银票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的孩子呢？叶娘，长老之前是我不对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孩子去哪儿了？我不能没有孩子。你倒是告诉我！大人，你这个臭秀才，孩子死了你来奶了！敢说我粗鄙莽夫不懂文雅，瞧我这朵花开的正艳，我看谁还敢说我不优雅？你有才华，我有钱；你有数不尽的才华，我有数不尽的金钱。我们配，真的是绝配！男女授受不亲啊！给我放手！有钱了不起吗？我们家孩子他娘也有数不尽的钱。哎，那我们更配。叶娘，接受了我这一朵蔷薇花，看你说什么酸话。
图不可能，连什么花都不知道还强装放养，这是蔷薇花吗？是吗？什么都不知道，庸俗！臭酸乳！你看看你，陈大郎每天就知道臭酸乳有力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你看看你，真是！乡亲们，燕娘子新宅落成，接下来就是挂牌仪式。来，第一排，新大凤第一美食家。好，好。接下来啊，是第二排，新大凤技术学校。这排该我来挂，我可是学校的第2位老师，兼教导主任。不久以后我也能当老师，我教生意，我可是通读齐名要术等各种典籍。燕娘子说了，商业也是学问。我厉不厉害？牛不牛掰？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这燕宁啊已经被任命为我们村的理政，那是不是应该挂一个理政之家的牌子啊？有道理啊！还应该挂一个妇女之友的牌子。燕娘子，哎，衙役大哥，恭喜恭喜啊！同喜同喜。燕娘子，不知这皇上御赐的牌匾应该挂在哪儿？哇！燕娘子，接旨吧。燕宁以女子之身行难官之责，更胜难官之能。本县上奏朝廷，圣上御笔亲批，农为国本，理政为纲。今破千年，理政无女之力，开万世，农政有女之先。敕封燕宁为大凤第一女理政，赐牌挂匾。好，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燕娘子，县令大人特意找了几名青年才俊，这是画像，你瞧瞧。